主，轿辇已经备好了。不用了，本宫走走。主如今可算是后宫第一人了，真是求什么得什么。若真能心想事成也好啊，来日永言能继承大统就好了。主一定会得偿所愿的。对。对了，自从翊坤宫那位断发之后，他额娘就病下了，是吗？听说是如此。他女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额娘也得知道啊。王禅，哎，派个机灵点的小太监去说说。这，奴才这就去办。永琪，你怎么就这样丢下额娘走了？要不是有绵意，你还额娘，额娘真的撑不下去了。都怪额娘不好，是额娘疏忽。胡氏在你身边这么久，额娘竟然没有察觉异样。你放心好了，额娘一定会查出真相，还你和你皇额娘清白。你安心的去吧。皇上该喝药了。这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凌云彻确实有墓碑坟地，也是风水宝穴。奴婢查问过，是荣亲王生前经手办的。果然如此。皇上，太后来了。皇娘怎么来了？哎呦，坐下。你不是病了吗？不躺着歇息，起来做什么呀？谢皇娘关心，儿子觉得好多了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哀家知道你伤心恼恨，可你是大清朝的天，前朝后宫的支撑，千万以自己的龙体为重。儿子记下了。永琪刚薨，你就收了皇后册宝。不是哀家说你，你呀，太心急了。你这病，就是急怒攻心上起的。这是汤药吧？赶紧喝了它呀。是。皇帝啊，永琪薨逝，哀家也痛心难耐。可只有胡氏一人告发，供证不足，如今又死无对证，总觉得似乎不妥当。玉壶，那日永琪薨逝是你陪着皇帝去的，你怎么看？回太后，奴婢也觉得有些疑惑处。可荣亲王与胡哥哥私下说过什么，咱们确实也不清楚。审判私言，也可是胡氏的妄自胡言，你不必顾虑，直说就是了。是。奴婢是想，胡哥哥既然情深到寻死，又怎会在荣亲王刚薨逝的时候，便能那般冷静，振振有词地这么说出那么一大篇话，而且都是冲着翊坤姑娘娘一个人去的。奴婢总觉得
于情于理不大合吧。尤其是胡哥哥说荣亲王曾对他说出以嫡母为耻这种话。可奴婢陪皇上进去时，听见荣亲王临终前还苦苦哀求皇上原谅宜坤宫娘娘。显然母子情分仍在，不至于如此。皇帝呀，这胡氏口中的永琪，和咱们平日所知的不大一样啊。而且听说胡氏拿凌云彻说事，这分明是戳皇帝的软肋呀。皇帝欲盖弥彰，探实则虚呀。皇娘放心，儿子会派人再查的。那便好。皇帝，于妃要去圆明园，你打算让永基跟着去吗？永琪走后，于妃伤心难抑，不便照顾。这会让永基住在协芳殿，每天都来朕这里读书习字。你还是心疼永基的。皇帝呀，这永琪已然不在了，你再伤心，也要强打起精神来。皇子们等着你栽培教导呢。是。听我左右邻居说，那年胡格格进了王府，没过多久，胡家就遭了火灾，全死绝了，都没人过问。这事儿怎么查呀？全家都死绝了，却没有人问过，真是太奇怪了。老夫人，这药还是得喝呀。奴才问老夫人安。您是？奴才是宫里来的，主子娘娘又出事了，奴才来禀报老夫人一声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皇上查知荣亲王薨逝乃主子娘娘所害，恼怒之下，已经收了主子娘娘的皇后册宝。皇上可能是动了废后的念头了。不会的，如懿她不会的。眼下您病着，您还是休养好身子吧。如懿，我的女儿，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能收了如懿的册宝，你不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！主儿，那夫人听说了宜坤宫娘娘被收册宝的消息，竟立时气绝了。死了，那挺好啊。乌拉那拉氏的额娘，你就先到地底下等你的女儿吧。奴婢出宫查了，胡哥哥娘家和荣亲王王府。胡哥哥家人早因失火惨死，他也无甚钱财留下，似乎并未受人要挟收买。他的家人都因失火而死。是，一个不留，倒是可怜。难怪胡哥哥要尽力去得荣亲王宠爱，不惜纵着他去做一些病中忌讳之事。这么说来，永琪病薨，终究与他逃不脱干系。
难怪他后来一死了之。至于翊坤宫娘娘与胡哥哥少有往来，更无冤仇，也不明白为何胡哥哥这般告发。皇上，奴婢刚刚得到一消息。什么消息？翊坤宫娘娘的额娘过身了，可要告诉翊坤宫娘娘。派人告诉他吧。是。娘娘，老夫人去了，您伤心，想哭就哭出来吧。皇贵妃派人去府里传话，让老夫人知道您被拿走侧榜的事。虽说是皇贵妃该使的协理六宫之权，可奴婢就觉得是居心叵测。于妃娘娘，皇上已经歇下了。皇上说您还是回去收拾，准备去圆明园吧。娘娘，皇上已经准了给老夫人厚葬，老夫人会入土为安的。娘娘，您这都跪了一晚上了，再这么跪下去，人会熬不住的。那好歹您喝点水。奴婢给你熬点粥去。于妃娘娘，皇上说了，若是为翊坤宫娘娘来求情的话，那就不必了。容佩，奴婢在。奴婢在。娘娘怎么了？扶我起来。
是。慢点。去衣柜那儿。是。衣柜打开。娘娘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还没回去？臣妾有事恳求皇上。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要替如懿求情？那夫人是姐姐唯一的至亲，如今忧伤离世，后事无人看管。臣妾恳求皇上，准许臣妾去翊坤宫见姐姐一面，就当是问一问姐姐对那夫人后事的安排。朕已经许了那夫人厚葬了。皇上既然已经厚葬了那夫人，可见也视她为至亲。臣妾恳求皇上成全。检完了，立刻去圆明园。臣妾谢过皇上。姐姐，皇上要我立刻去圆明园，为永琪主持后面祝祷的事。你也帮我给永琪每日都上炷香。我会的。娘娘，该吃药了。一会儿。12阿哥，姐姐也不必太担心，皇上留了她在协芳殿里，容妃也会帮我多加看顾的。胡云角的事儿，你查得怎么样了？自从姐姐交代之后，我便让人在永琪府里一一盘问。这说来也奇怪，胡云角自从到了永琪府邸之后，从来就没有回娘家省过亲，跟外界也没有什么来往。除了偶尔来我这里请安之外，都跟永琪待在一块儿，也看不出来会受谁指使。他跟你请安的时候有何异样呢？他的话不多，平日里在我这儿也是待一会儿就走了。不过我听下人们说，好像他每场进宫一待就是大半日。会不会是去御花园闲逛了，还是做了什么事？姐姐，你怎么咳成这样呢？吃药吧。无妨。那他和永琪在一块儿的时候如何？他和永琪平日在一块儿挺好的。不过有一件事说来我就生气。他跟福晋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总是热水沐浴。但是偏偏和胡云角在一块儿时，胡云角总纵着永琪的脾气，让他冷水沐浴，衣着单薄，甚至有的时候还跟他一起共食寒凉之物。永琪的身子哪能这样受寒劳累？
他这样伺候永琪，不就是要他的命吗？我在派人查胡云角遗物的时候，还在他房中的首饰盒底下翻到了这个。什么药方，藏得这么仔细？这上头也没有姓名，看着倒是有些年头。我觉着有些奇怪，便拿来给姐姐瞧瞧。寻常药方都写明写细的，这个确实有些古怪。你去圆明园之前，让江宇彬细查胡云角留下来的东西，一个都不要动，仔细查一查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姐姐放心好了，我会找人办妥的。除了再查胡云角的事儿，有几件事儿你得去办一办。姐姐吩咐下来，我一定仔细去办。一直这么渴吗？主儿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给12阿哥送去了入夏要用的东西。于妃传了翊坤宫娘娘的话来，你赶快去祈福寺找到我们的族人，让他们转告阿爹，按照信上所写，找到发配边地的这个人。是。给额娘请安。快起来吧。谢额娘。额娘，这些都是胡氏留下的遗物。好好照顾自己。快回去吧。儿臣先告退了。李煜，胡云角的遗物都要仔细一一彻查。是。还有，往来圆明园跟紫禁城之间传递消息的事，全麻烦你了。奴才人在圆明园，但徒弟们都在紫禁城呢，一定办好差事。皇上，于妃娘娘去圆明园前电话过来，她去翊坤宫看了娘娘，见娘娘伤心抱病，想恳请您允许太医进去医治。她什么病症？娘娘接连丧子丧母，自然心郁难解，这得让太医看了之后才知道。皇上不会连太医都不许去看吧？怎么会？朕已经许了乌拉那拉氏夫人厚葬，让太医给她瞧瞧也是无妨。那也得派个可靠的太医，别让什么人混进去，害了娘娘。皇上，那奴婢就安排江太医去翊坤宫吧。好。
于飞他交给你的药方子查得如何了？微臣已经查验过了，字迹是包太医的。包太医。微臣怕不妥，还专门拿了包太医以前写的脉案来对比，以确认不误。可是包太医从未去过荣亲王府医治，微臣拿着药方子去试探他，他也装作全然不知。包太医素来给魏延婉医治，胡云娇和魏延婉有干系，也不意外。方子治什么呢？是一种极罕见的血液之症，得了这种病症的都难以医治，人也活不过壮年。这方子上竟是一些一般人都用不起的名贵药材，也只能吊命而已。难道胡云娇得了这种病症，魏延婉利用这个方子指使胡云娇咬住本宫不放？微臣还有一事禀报，于妃娘娘拿来了几件胡哥哥的遗物，其中有一样不妥，微臣带了来给您看看。这是荣亲王福晋从荣亲王床头的屉子里找到的，是胡哥哥的东西，一个用完的香粉盒。微臣查验过里面的粉末，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毒物，如果用在外创伤口上，只需1点就能致命。外创伤口，外创伤口。那时候永琪的腹股局已经溃烂，难道这是胡云娇用在永琪身上的？永琪并不是病死那么简单。可是荣亲王洪逝世，微臣在侧，荣亲王并无中毒迹象。平白无故的，谁会放这些东西在永琪的床头啊？细细想来，胡云娇素日对永琪的举动，也像是蓄意的加强了永琪的病症。微臣查验过，这个东西只有内廷才有。内廷？胡云娇时常到宫里给海兰请安，但往往做做便走，倒是在宫里会待上半日。原来他在宫里真的跟人有往来，他们针对的不只是我，还有永琪，或许还会有永琪。娘娘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娘娘，让微臣给您看看吧。来。什么？有话便说。娘娘科技沉重，已经入了肺里，成了痨症。这病极其凶险，务必得好好医治。有多凶险？你就告诉我，我还能活多久？娘娘，这病得安心静养，不可再劳心费神。您放心，
我江一斌一定拼得毕生所学为您医治。到底还能活多久？也就3、4个月吧。够了。江一斌，你知道我有务必要做的事儿。如果你真的是对我用心，就按我吩咐的做。娘娘放心，微臣一定尽力，用药帮娘娘调出精神。好。你们2个都不准对旁人说我的病症，只需告诉他们，我是伤心暴病。是。快看看，这孩子一看就有福气啊！恭喜姐姐如皇上所愿生下皇子。听说皇上隆恩，准许皇贵妃亲自养育17阿哥不说，还定是每日都会来看看17阿哥的。皇贵妃荣宠也不是谁都能比的。那是，哎呦，看这小嘴。话说起来，翊坤宫那儿皇后的册宝都收走这么久了，怎么皇上还不废后啊？不会是因为12阿哥的原因吧？12阿哥算什么？皇上这废后的心思是定了，只是看什么时候颁诏罢了。接下来的后位定是姐姐的。姐姐说的是，那是自然。臣妾请皇上安。儿臣请皇阿玛安，请12阿哥安。令娘娘安，2位弟弟好。12阿哥画画呢。皇阿玛，儿臣也想画画。好，等你长大了，朕自然教你。永言，不着急，等你长大了慢慢再学。皇上，说来这永言都5岁了，但是要坐下来写几个字，还是无法静心，还得请皇上啊多教导永言。都是朕的孩子，朕自然会上心。谢谢皇阿玛。好。这12阿哥在皇上身边，受您疼爱教导，越发有出息了。瞧这画，画得真好。不过皇上，您再关切，这12阿哥也有乳母照料，可孩子总归离不开亲娘的。永基在朕这儿挺好的，不用了。是。皇上，过几日就是荣亲王的100日祭礼了。翊坤宫娘娘到底是荣亲王的嫡母，要不要让她回来主持呢？嫡母，永琪红氏与她脱不了干系，她主持什么？是。可于妃娘娘是荣亲王的生母，皇上就算生气，她当日为翊坤宫娘娘顶罪，如今也该消气了。不如让她来主持祭礼。于妃是生母，回来参加祭礼就行，不必主持。你是皇贵妃，6宫之事，自然由你操办。是，臣妾多嘴了，还请皇上恕罪。罢了。
春蝉，方才你也看见了皇上对永基的态度，看来咱们的安排没错。所以这永基的饮食，你还得留意着。奴婢都安排着呢，御膳房每日都给12阿哥用着。主，什么事儿？有件事儿有些蹊跷，奴才按照老法子着人给左路大爷送钱去，可是后来才知道，从上个月起，左路大爷就没有收过银子。再一打听，人早就不在边地服役了。这个混账东西，跑去哪儿了？奴才也不知道，会不会是挨不住苦，偷偷跑回来了？他倒是敢！派人去找他，不许他胡闹生事。这。娘娘喝了药，气脉已经安稳了许多。永基如何？微臣给12阿哥诊过脉，并无异样，只是过于思念娘娘，稍微有些心情郁结而已。可娘娘说过，荣亲王已薨，他定会对12阿哥下手。脉象上无异样，可不知道他暗地里会做些什么。江玉冰啊，你可要时时替我看顾着永基啊！娘娘放心，微臣一定会尽心尽力的。微臣进来的时候啊，容妃娘娘和颖妃娘娘都让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多谢他们了，他们近况如何？容妃娘娘说，她那儿一切都很顺利，让您放心，她也会多多照顾12阿哥的。颖妃娘娘和其他的王公娘娘们素来与皇贵妃不睦，如今呀，也都躲着她。以妃厌满的性子，如今她这般得势，她的眼中钉必是养着7公主的颖妃。你去告诉于妃，让她要多多看顾这些颖妃和7公主啊。是。那微臣告退了。娘娘，江太医是杏林圣手，他说12阿哥无恙，那定当是无恙的。他跟容妃也会尽全力看顾好12阿哥的，而且现在12阿哥又常在皇上身边，您暂且可以放宽些些。母子连心，我是心里不安呢。更何况魏延婉心机深沉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容佩啊，过几日就是永琪的100日祭祀，你想法子传话给养心殿，就说我要去安华殿给永琪上香守灵1日。是。这永基的字啊是端正，但是比例不足，手腕还需要用点劲儿。这永言刚习字能写成这样已算不错，但还得加紧练习。是啊，永言在臣妾宫中也常习字，每日读书习字完毕，就和永灵和景云相伴。皇上，臣妾有一事恳求。臣妾想着孩子们都在臣妾身边了，唯有景元一人自小养在颖妃膝下，未曾和弟妹们相处。如今景元也长大了，未免手足情谊淡漠。不如让景元到臣妾这住一段，也好彼此亲近一些。这颖妃啊，视景元为亲生，她不会肯的。皇上，景元到底是臣妾亲生的，臣妾十分挂念啊。况且永林刚出生，若能和姐姐一块亲近，那该多好啊！好了好了，
若是景元愿意去你那儿小住，也就罢了，否则不要勉强他。臣妾谢皇上。下去吧，别再扰朕了。臣妾告退。